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评医师王丽慧。今天来跟各位呢讲到一个美国最近发生的快闪抢劫事件，它是在美国东岸当地时间9月26号，在宾州的一个城市叫费城呢，有100多位年轻人，他们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面串联之后呢，集体的在同一个时间点对许多的各式各样的商家呢进行快闪抢劫。那他们是从这个费城的中心点往西，还有费城中心点往东北，整个连线各自去找自己想要抢的店，包括了这个苹果专卖店Lululemon Foot Locker 还有一些专门卖酒的店被抢得很厉害。那我介绍一下费城，它曾经是美国第一大城因为在美国的独立运动它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有美国的宪法全部都是在这里起草跟签署的，所以你就要知道费城是在独立运动的这个时期呢是一个最重要的城市所以它算是一个古城它的建筑物也是非常的古老，而且呢古色古香，非常有历史性的地方。可是今天这样一个城市却变成是一个狂乱暴虐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当这个快闪抢劫发生的时候呢，旁观者甚至还在旁边笑，然后这些抢劫的年轻人也在笑他们好像不觉得这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好像就只是一个好玩的嘉年华会一样。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到一个词，叫做 $0 shopping 零元购。那这个零元购呢，就是呢进去抓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呢，不用给钱，所以叫零元购。最早开始的时候是从旧金山开始的，结果往外蔓延到波特兰纽约亚特兰大然后现在就慢到费城去了年轻人就觉得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那为什么旧金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可以在旧金山的市中心发现到这种情形，就是呢有一个人或者是黑人或者是西班牙裔的人，那也有可能是白人他就是推着一个好像好事多的购物商场这种大推车进去，然后装着一满满车子的东西出来，然后经过门口的这个检查哨哔哔哔哔哔哔哔，然后他就照样就推过去，然后店员就眼睁睁的看着，然后警卫也眼睁睁的看着，就没有人去阻止。甚至如果顾客觉得说那个人怎么没有给钱想要去阻止他的时候，店员还是跟你讲说不要惹他保护自己安全最重要。因为呢员工训练的时候，员工都已经被这样子教导了，那警卫也不打算呢去报警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推着满满一车的东西走了，也不打算去报警，因为呢警察也不想抓了呢也不会被关。那这样的情形呢，当然就有样学样嘛，可是这个却造成了这些连锁商店非常大的损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在9月26号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美国有一个大商场叫做 Target， 他就宣布说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抢劫偷盗他的零售的营业损失已经高达8亿美元了。那预计2023年会再更往上爬，会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他要关闭9家他的零售商店包括这个纽约市要关掉1家，然后呢西雅图关掉2家，然后呢波特兰关掉3家，那旧金山市中心这边他要关掉3家。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损失，感觉就警察也不抓也不管这样。这个就要从美国的加州开始讲起就是他们呢通过了一个公投这个公投就是有一个叫做 Proposition 47就是47号提案。他们公投的时候通过了这个提案，那个标题我们把它列在这里，内容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呢我们把950美元以下的偷或者是呢抢，或者是说950美元以下的诈欺，950美元以下的伪造，950美元以下的空头支票，或者是950美元以下的收受赃物，全部都从 felony 重罪把它改成 misdemeanor。misdemeanor 的意思是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呢，如果你在美国违规闯红灯，就是一个 misdemeanor， 这个几乎不能够算是罪，就是感觉就是很轻很轻，它就是一个不恰当的行为，你就是罚款，那可能要去上一下交通课程这样不用抓去关，也不用抓了啦抓了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所以呢这个警察也懒得抓，然后警卫也懒得阻止。为什么加州会公投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呢？公投通过之后，这个法就直接改成叫做这社区安全学校法我们把它写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提案，然后通过这样的法呢？主要就是因为呢他们被最高法院下了一个判决，要减少他们监狱的人数。那我们有讲过呢，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里面呢，除了州里面自己的州法院有初审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套系统叫做联邦系统
然后我们今天讲到的最高法院就是 The Supreme Court， 是联邦最高法院。那联邦系统我们也跟各位讲过，在联邦系统里面有所谓的这个初审、上诉跟最高法院。那初审法院的话，它就是有94个地方法院，再加2个专门法院。那上诉法院的话，上周有跟各位介绍过，就有13个巡回上诉法院。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只有一个 The Supreme Court， 就是在 Washington DC， 就是有9个大法官。那这一次呢，加州之所以会呢急急忙忙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提案，然后又通过这样的公投呢，就是因为加州的监狱人满为患被告了，而且这个告了很多年。当时呢是由一个非营利组织的 Prison Law Office 为了监护的人权来提告的。那他们为什么要去为监护的人权来提告？因为加州的整个监狱的量能只有8万，可是加州的监狱里面已经塞到了156000个犯人了。那很多都是这种小偷小盗或者是说吸食毒品，这种不是贩卖毒品了，就是吸食毒品。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监狱里面呢，你可以看到那种有色人种就是明显比例很多就感觉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好像这些有色人种他们就是常常因为一点小罪就被放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就搞得他的一生就是沾上了一个污点。所以当这个 The Prison Law Office 他们呢替这个监狱的犯人发声的时候呢， The Supreme Court 是非常的同情监狱里面的犯人，所以他就下令就是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就是加州的这个矫正署败诉他们叫做加州矫正和更生就是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主要他们是去告这个 CDCR。 那 CDCR 的代表人就是加州州长嘛，所以加州州长那个时候是叫布朗，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lata 就是 The Prison Law Office 的这个主要代表人。 Plata 就去跟布朗他们告，然后布朗输了之后，布朗又去上诉，所以又变成布朗去告 Plata。 所以就是呢，加州州长布朗告普拉塔案。最后呢 The Supreme Court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呢，就是强制要求加州的矫正署必须要在限期之内呢，把监狱里面的人减少46000位。那你看，你有156000位，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减少46000位的一个犯人，你要怎么做？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放出去。那你把他们放出去要有理由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950以下不算是罪这样的一个提案。然后呢，布朗告普拉塔案受到非常大的人权的关注，所以在公投的时候就很迅速的就通过了。这是基于一个好意，因为呢 The Prison Law Office 当时呢普拉塔他们来告的时候，他们是发现到在监狱里面过度的拥挤之后，他们的医疗量能也不足，没有受到很好的医疗的照顾，然后病历也都非常的不完整，有精神疾患的呢在里面会越发的严重，都没有受到良好的医治，然后呢也没有真的收到矫正的效果，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违反了美国的第8修正案还有这个残障福利法。那美国的这个第8修正案在上一次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在旧金山游民事件的判决里面也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第8修正案。那美国的第8修正案讲的就是呢，你不能够呢用过分残忍的方法来处罚那如果你把犯人全部关在一个很拥挤的如同鸡笼一样塞满了鸡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话，那就是过度残忍的处罚了。所以 The Supreme Court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丝毫不让人诧异的，只是呢加州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竟然迅速的通过了$950以下的罪不算罪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呢，不但如此，它通过之后，它还让这个法案的修改可以回溯到过去。也就是说，我们通常都讲法律不溯及既往，已经判的确定判决的就是确定判决，你不能去更改它，保持法治安定。可是加州这次的做法是呢，法修改了之后，我可以溯及既往，你以前是因为$950以下的罪被关的，我现在全部把你释放出来。果然他们很快的就把这个监狱的人犯呢减少了46000个，达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要求。那么确实呢，这样也省下了很多的经费，整整省下15亿美元照顾这些犯人的经费他们号称呢，可以把这些经费拿来做教育的改善，拿来做这些更生人的辅导，拿来呢做减少犯罪的一种补偿跟措施的一个运用。但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法案的通过造成的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严重的增加了犯罪，但是犯罪率并没有提高，因为都不算是罪了，当然不会列入犯罪率的统计。那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所谓 $0 shopping 的这个风潮呢，会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西岸就这样席卷到了历史古城费城
以至于在费城造成这个9月26号的快闪抢劫事件。那么不过要跟各位讲的是呢，这样的法案还不是只有美国加州有啊，那康乃狄克州啊、阿拉斯加州啊，甚至犹他州啊，也都进行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改革哦。那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确实如果我们是以人权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发现这个监狱非常的拥挤，几乎你进去之后呢，就是被像塞在一起的动物一样，毫无人权，当然这件事情是要处理的。然后如果你不断的看到有色人种，因为他生活上的窘迫，然后必须去小偷小盗，结果监狱里面塞满的都是有色人种，那么这个也必须是要去解决的。但是解决之道到底是不是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去洗劫这些零售商，然后让这些实体店、零售店遭受重创，这个就恐怕是很有疑问的了。现在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苹果专卖店啊，然后 Target 啊、Crate and Barrel 啊、Gap 啊、Uniqlo 啊，然后 H&M 啊，还有药局 CVS， 许许多多的零售商店都因为$950以下不是个事儿，以至于呢，他们的营业损失非常大。那这算是劫富济贫吗？如果政府真的要去帮助跟扶持这些比较经济为难的人，是不是这些经费应该由政府来支出，而不是允许他们去打劫这些零售商人呢？好，谢谢各位。